越南与中国接壤，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风土人情浓厚的国家，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旅游行业也是越南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很多国人会选择去越南作为短期出国旅行的目的地。越南值得去玩的景点各色各样，而今天猫爷要为你分享的特色就不仅仅是景点了，而是越南当地的一种市场——情人市场。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情人市场一听名字就知道和恋爱有关，也确实如此。情人市场又称相亲市场，是给单身的男女青年寻找姻缘的。不过这情人市场和普通的相亲市场可不同。一般的相亲市场讲究的是你情我愿，女孩子都很矜持，大部分是男孩子主动。可越南的情人市场里，单身男女没有什么按部就班的顺序，脸红、牵手、拥抱不存在。在这里，女性才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她们热情似火，奔放坦然。女子会向自己爱慕的男子表白，表白成功就皆大欢喜。倘若失败，男子并没有看上表白自己的女子，他就必须给退礼金。如果没有给出足够的退礼金让女方满意，那么被女方的家人缠住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虽说是不成文的规矩，但情人市场的习俗大抵如此。夜晚的情人市场是整个街道最热闹的地方，各地而来的单身男女趁着月色聚集在这个欢乐场所，他们互相认识对方，似乎想透过对方的眼神看到灵魂深处。越南女子穿着当地特色的奥黛服饰，举手投足间尽是风情，清水出芙蓉的面孔不禁让所有男性为之陶醉。看对眼的男女会走到一起谈话，如果谈得投机，很快就会来电，那么情人市场也就发挥了它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已婚人士不能参与的原因。既然已婚，参加这种活动便是对另一半的不忠诚。那么有人就会问了，越南是可以一夫多妻的，为什么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呢？这话不假，由于越南男女比例失调严重，所以当地默认男性可以娶很多个老婆。说到越南的夫妻制度也是很有讲究的，男性可以娶很多个老婆是真的，但并不是每个老婆都可以和丈夫领结婚证，只有大老婆才有这个权利，其他的老婆可以说是有名无分。既然存在一夫多妻的现象，那是不是代表已婚的人士就可以参加这种活动了？也不尽然，参加是可以，不过不是每个已婚的男士都可以参加。在当地，男性想娶小老婆是要经过大老婆同意的，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养得起才可以。大老婆不同意，又没有经济实力，还想娶小老婆，简直是痴人说梦。在这两个条件的限制下，能参加的已婚人士过滤大半，其中不乏对家庭忠诚的男人。这样一再筛选，几乎没有已婚男士会参加这种活动了。不过呢，这个浪漫的习俗却被当地的某些有心人硬生生地变成了一个赚钱场所。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迅速，许多越南人认为中国人都是超级有钱的，以至于衍生出越南宰客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样的一份越南菜，一些越南老板卖给外国人的价格可能会比正常价高出1倍不止。而一旦外地游客不小心闯入这个情人市场，当你看得眼花缭乱，分不清东南西北时，被人盯上都浑然不知。当地的越南人会抓住这个活动的习俗，利用退礼金来坑骗外国游客。你只是来旅游的，就这样带被毫不认识的姑娘回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你只好认命的付退礼金。而当你付钱的那一刻，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虽然越南的姑娘皮肤白皙，带有异域风情，但猫也想说，可千万不要被美色迷昏了头脑。当然，如果你同意，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毕竟越南姑娘不仅美丽，而且对丈夫还百依百顺。不过猫爷也得提醒各位一句，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事先做好攻略，了解好当地的情况再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虽然省时省力，偶尔却不省心。尤其是自己单独出去旅行的时候，除了要多加警惕，注意人身安全之外，
还要提防看似美好的陷阱呀。虽然情人市场不可以去，但是在身为老司机的猫爷这里，怎么可能没有各位男观众心里所想的去处？在越南，每当夜幕降临，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奔向一处名为灯红酒绿的范武老街。范武老街据说只是为了纪念越南古代的民族英雄范老五所建，起初只是一条普通街道，而现在已经成为名声在外的商业街。白天的范武老街犹如沉睡的老者，可当日暮西沉后，属于他的青春活力仿佛瞬间被点燃，连同全世界的游客也被这里的热情所感染，纵情于各种 bar、按摩院、咖啡馆。虽然中越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但这里并不是一水的华人，相反，欧洲游客占越南总游客数量的比重很大，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走在越南大街仿佛置身国内某个旅游城市一般的无奈。人们常说范武老街的代名词为风情，穿梭于熙熙攘攘的街道，你会被姹紫嫣红的灯光包围，时尚前面的女孩子们闲庭漫步在形形色色的商铺，与范武老街的古态龙钟形成鲜明对比。游范武老街是每个男性游客最向往的行程，这里弥漫的荷尔蒙气息仿佛渗透在人们的骨子里，与相对保守内敛的越南有着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单身的男人都会将范武老街作为最重要的一站，在当地租一辆拉风的摩托车，驰骋在凉爽的胡志明城市街头，接着拐进范武老街，放慢脚步，走走停停，撸串、SPA、按摩、K 歌、大保健，所有夜间最隆重的仪式都变得魅力无穷。范武老街的物价相对较高，但在这里，金钱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元素，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快乐与自由。临街而立，你能看到呼啸的摩托车疾驰而过，也能看到人们悠闲自得地喝着咖啡。所谓兼容并包，正是如此。在范武老街，经常能看到三三两两聚集成队的欧洲人，开放自由的人群性格已为越南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在范武老街，你可以去期待，也可以去遇到。找个地方坐下来，要一瓶啤酒，此时你就是世界，你就是风景。世界各地的人或许都会在这里遇到，可以寻求一段异国友情或者恋情，也可以找到下段旅行的伙伴。这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夜晚，对每个人都给予了期待。裸露重叠的电线是越南城市的典型特征，窄小的街道似乎盛放了全世界所有的东西，桌椅板凳、摩托小车、路牌灯饰，整条街道冗杂而绵长。人们可以在这里期待偶遇，甚至可以期待一段崭新的征程。繁忙的范武老街给予每个人无尽的想象，也绘就了属于胡志明市的灯红酒绿。那该说的猫也都说了，有些话说白了就没意思了，大家需要自己去体会。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猫爷互动，您的点赞订阅是对猫爷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